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好久没有更新这个系列了，就是不同的兵种统帅搭配。因为近期推出了一些统帅啊，我已经是很久没有更新这个系列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要怎么搭配。那首先我会推荐3个兵种里面最好的选择搭配，首先是骑兵、霍去病、亚瑟。骑兵这个选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贞德亚瑟。那有一些玩家会选择贞德亚瑟，他们认为说2个 AOE 会比较好。但如果说以爆发输出机制来说的话，其实霍去病会比起贞德还要更好，尤其是伤害是比起贞德还要更高的。那有一些玩家就会说，可是贞德它可以丢出2个技能，它的伤害不是应该比起霍去病还要更高吗？但是现在的大环境来说呢，其实多数玩家都是使用拉扯，有可能你丢出了第一次的技能之后，第2、第3次可能不太能够丢得出来。但霍去病就不太一样了，如果你们在拉扯的时候，你的怒气断掉了，重新计算新的战斗回合的时候，它前面15秒还可以造成技能伤害提升 30%， 所需要的怒气也会降低150点，造成的普通攻击伤害提升。也就是说，就算你没有办法打出技能伤害也好，你透过白字也是打的会比较高一点。而且霍去病还有 30% 的防御力提升，而贞德是 10% 的生命值提升，所以比较起来贞德会比较脆皮一点。至于为什么是选择亚瑟而不是选择贞德来搭配霍去病呢？因为以伤害来说的话，亚瑟都已经是比起贞德还要更高了，并且亚瑟的生命值提升还比贞德多了 10%， 还有攻击力提升也有 buff 提升，所以整体来说亚瑟是高于贞德的，所以会选择亚瑟而不是选择贞德。接着就是步兵搭配白起搭配刘彻。那为什么是这个搭配呢，而不是刘彻搭配其他统帅呢？虽然我在前面的几个影片有说过，白起他的技能上面有一些问题，但是实际上带白起出去战斗呢，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虽然说白起他有2个技能用途并不是很大，而且用白起搭配刘彻确实是比较脆皮一点，然后操作手感没有这么好。但也就是因为白起他是终极伤害统帅，他的天赋有终极，那比较起华莱士没有 AOE 来说，白起会比较好。5个目标半圆形 AOE， 而且是2400的伤害。就算不比较起其他的技能呢，只是光靠这个主动技能都已经可以碾压其他的步兵统帅了。并且如果玩家操作得好，没有拉扯时常断掉怒气的问题的话，实际上白起搭配刘彻效果是很好的。至于为什么是刘彻呢？这个相信也不需要多解释了吧。目前刘彻还算是 T0 级别的统帅，所以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接着工兵的搭配，我觉得会比较多玩家感到意外吧。可能很多玩家都会觉得说一定是诸葛亮海尔曼，但是我个人的推荐是诸葛亮搭配腓力二世。那严格来讲呢，我个人其实在早期对于海尔曼的评价不算是很高的。而且尽管诸葛亮搭配海尔曼之后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存在，就是速度太慢了。然而腓力二世的行军速度提升有 20%， 就是操作手感上面的感受呢是明显比起用诸葛亮搭配海尔曼还要更好的。毕竟你们也是要顾虑到其他队伍如果你全部队伍都跟着诸葛亮海尔曼的速度去操作的话，你的部队很容易死掉。很多情况下诸葛亮的报告不好看，只是因为他的速度太慢了而已。并且腓力二世的优点不是只有他的速度跑得比较快而已，他还有 buff、debuff、有概率 AOE 跟有概率再次触发技能，所以表现上面不会比起搭配海尔曼还来得更糟糕。最后一个兵种远程，这个应该不需要我多说了吧。目前最强的远程队伍依然还是萨尔贡搭配加查马达，双重级的远程统帅，而且不管怎样都好啦，萨尔贡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因为他有远程 AOE。至于为什么我选择加查马达而不是选择巴布尔呢？巴布尔可以打出伤害，这样子不是比起加查马达还要更好吗？那之前的环境的话，可能用巴布尔会比较好一点，但现在的环境比较多玩家都开始使用远程了。在之前的测试之中，我有跟大家讲过，假设对方是没有在攻击你的情况，只是你的远程统帅在攻击他们的话，那确实你们使用贡萨洛搭配巴布尔会比较好。但是现在战场环境有点不太一样了，比较多玩家开始能够接受远程统帅，也比较多玩家开始使用了，所以现在有很大几率就是你的远程统帅也会被敌人的远程统帅所攻击。敌人在攻击你的时候，其实你更需要的是防御能力，而不是更加多的进攻。而且做过这2个搭配的测试就是2个同时进攻其实最后落败的就是贡萨洛搭配巴布尔。
那以上就是这4个兵种最好的搭配选择。那如果你们有想要多2个队伍或者是3个队伍的话，也有其他的选择，也是一样，先从骑兵开始。那你们可以选择霍去病搭配贞德，然后亚瑟搭配威廉。那其实已经看过了，有很多玩家分享的报告，亚瑟搭配威廉其实出来的表现是不错的，也就等于说其实威廉还没有下岗。那当然的，我还是不太建议新的玩家去训练威廉。如果你是新玩家没有威廉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用亚瑟搭配斐利。所以这边的选择就变成说，一个是使用骑兵楔形阵，另外一个是使用3线阵骑兵。又或者是你只有2个楔形阵的骑兵的话，你可以选择霍去病搭配威廉，贞德搭配亚瑟。实际上贞德搭配亚瑟表现也是不错的，而且你可以继续使用你的楔形阵，不需要转换过去3线阵或者是弓形阵。因为我相信在转换时还没有出现之前呢，大多数玩家的骑兵阵型应该都是楔形阵。如果要用转换时转换去3线或者是弓形阵的话，需要花钱去买。会有一些玩家可能他们就不会花钱去买转换石，所以这边我也是给出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用楔形阵的。下一个就是步兵统帅，也是给2个组合，第一个就是白起搭配刘彻，另外一个就是西皮搭配朗纳尔。这2个组合的推荐也是很容易理解，就是刘彻白起使用弓形，又或者是偃月阵。CP 跟朗纳尔就是用步兵的楔形阵，因为这2个队伍全部统帅都是有 AOE 的，这样子搭配会比较好。不过这个组合呢，是给那些之前本来就拥有楔形阵步兵的玩家所使用的搭配。当你是新玩家还没有开始培养 CP 跟朗纳尔的话，你可以选择2队偃月阵或者是弓形阵的，你可以选择用刘彻搭配亚历山大或者是斐利，然后白起搭配华莱士。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就是一个用偃月弓形，另外一个队伍是使用楔形阵啦。再来最后就是工兵啦，工兵其实比较难了，因为现在工兵统帅都比较烂一点那这边工兵的选择就是诸葛亮搭配海尔曼，然后亚述搭配李成桂，基本上跟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又或者是你们可以选择用诸葛亮搭配斐利，然后海尔曼搭配亚述。因为在我自己的搭配组合里面呢，其实是已经把李成桂给移除掉了。李成桂的速度真的是太慢了，而且他的伤害比较起现在的统帅来说是真的有一点低啦，所以我是已经把李成桂给拿掉，并且偶尔会去使用珍珠，但我个人其实不太推荐大家使用珍珠，珍珠真的有一点烂到了最后远程，其实我也是有其他的搭配可以给大家选择的，因为现在大多数玩家呢都是使用贡萨洛搭配加查马达。那其实如果你们想要用远程2队的话，可以用施特凡3世搭配老虎，也就是巴布尔。虽然你们是可以混着搭配使用啊，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就是重击跟重击统帅放在一起，然后技能跟技能统帅放在一起。因为现在远程的军器没有详细的去细分，比方说远程重击的提升，又或者是远程的技能提升，所以如果你们在混着用的话，就变成说主将跟副将搭配的一些提升呢，可能双方都没有办法使用。比方说如果是技能搭配重击的话，那副将有重击伤害提升，那主将就没有办法使用。而且现在雁行阵的军器专属铭文都是提升普通攻击伤害，就会导致成技能伤害的远程统帅，当他在触发主动技能的时候没有办法提升的更高。不过我觉得如果之后有越来越多玩家使用远程的时候，策划应该会详细的去分另外一个种类的远程军器。以上就是我个人觉得每个兵种里面最强的搭配，还有就是如果你们有选择多个兵种的话，要如何去搭配。并且这边我要跟各位讲一下，其实现在我觉得只有步兵是比较适合使用3队而已。骑兵跟工兵目前来说是不太适合用3队的，因为他们的统帅对于现在的版本来说都表现得不是很好。步兵的话，你们可以选择2个重击伤害跟1个技能伤害的队伍，比方说你们可以使用刘彻搭配亚历山大，然后白起搭配华莱士，技能伤害队伍就使用 CP 搭配朗纳尔。这3个队伍表现都不会太差，比较起其他兵种是真的好很多。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2个步兵、2个工兵、2个骑兵、1个远程。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